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的顾问主动曝光拜登私藏了政府机密文件。据悉，相关文件是去年11月就被发现，美国司法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为何约2个月后才曝光？在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发起5项针对拜登政府的调查之际，文件门在美国政坛投下震撼弹。尤其是这与特朗普文件门有些雷同的剧情，让私宅海湖庄园曾遭搜家的特朗普第一时间发文质问：美国联邦调查局什么时候也去上门搜查拜登的住所？美国总统特别顾问理查德·索伯9号发表声明承认，相关文件是拜登的私人律师在去年11月清理拜登曾经使用过的一间私人办公室时发现的。该办公室归属位于华盛顿的一家智库——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和全球参与中心。据悉，2017至2020年参与总统竞选前，拜登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名誉教授，在此期间定期在该智库办公。索伯表示，相关文件此前一直被锁在抽屉中。拜登的私人律师随后通知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该部门接管了文件，并将此事移交给司法部进行调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件是去年11月2号被发现的，当时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6天。直到2个多月后的1月9号，白宫方面才主动承认。临近这个选举，那么这个民主党很清楚，这个事情一旦在当时就披露的话，会对民主党的选情造成影响。所以呢，他会选择在选举之后再公布。也恰好我们看到1月6号新一届国会刚刚开始履职。那么对于拜登政府来讲呢，这个事情早公布比晚公布好，因为他知道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对他进行调查。所以呢，这个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他越早公布他可能越能掌握主动权。在9号的声明中，索伯并未提及机密文件的具体数量或内容等。但据美媒援引消息人士透露，此次在拜登私人办公室内发现的机密文件共有10份，来源于奥巴马执政时期及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具体时间介于2013至2016年。报道称，文件内含美国情报备忘录和简报材料，涉及的话题涵盖乌克兰、伊朗和英国等，但不包括核机密。根据美国总统档案法，总统和副总统的档案文件在当届政府任期结束后，需移交给美国国家档案馆，以保护文件的机密性质。因此，这次事件也随即被外界拿来与特朗普去年的海湖庄园文件们相提并论。去年8月8号，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持搜查令对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住所海湖庄园进行突袭搜查，发现藏有近100份标注为机密的重要文件。特朗普也成为美国史上首个在卸任后遭到搜查的美国总统。据称，特朗普保留了涉及中国、伊朗与核机密的高度敏感情报，但特朗普坚称这些文件都被视为已解密。当时拜登曾猛烈抨击特朗普的做法负责任。就在拜登私存机密文件的消息公开后，特朗普第一时间在其自创的社交平台发问：联邦调查局准备什么时候去搜查拜登名下的众多房子，甚至是白宫？那些文件肯定没有解密。虽然他隐藏这个材料的动机没有特朗普那么强，但是也不排除，比如说里面有没有涉及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的这个商业利益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变成实锤，那么共和党肯定会以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对拜登发起弹劾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毫无疑问，他会加大对拜登的攻击力度。共和党人也群起抨击拜登和当局的处理手法，指司法部应该一视同仁，像对待前总统特朗普一样搜查拜登的住所。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詹姆斯·科莫在评论此事时便质疑司法部执行双重标准。即将就任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的他还表示，将就这次事件展开深入调查。事实上，共和党已经列出了4项针对拜登政府的调查。文件门的曝光无疑为相关调查的展开提供更多材料。President Biden was quick to condemn former President Trump. He called him irresponsible. And now what we found out yesterday is President Biden did the exact same thing. But we haven't seen any raid of President Biden's former residence. 不过，民主党人及拜登的支持者则以律师主动上交了文件为其辩护，普遍选择淡化事件。I'm glad that they set astray. They found them. It was a handful of documents, and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and they returned them immediately. 至于拜登本人，据美媒报道，事情曝光时，他正在墨西哥出席北美领导人峰会。面对在场记者的问询，他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但一名随行的高级官员表示，拜登不会受此事影响，也不会改变接下来的行程。随后，在10号的北美领导人峰会记者发布会上，他表态称，得知自己的律师在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处旧办公室发现少量政府文件时，他感到十分惊讶。But I don't know what's in the documents. My lawyers have not suggested I ask what documents they were. I've turned over the boxes. They've turned over the boxes to the archives.And we're cooperating fully. 华盛顿邮报引述法律专家指出，拜登这次情况和特朗普的文件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实质有很大不同。数量上看，从拜登办公室发现的文件仅有10份，且据报道并不涉及顶级机密。而特朗普去年被发现私藏的政府文件超过300份，其中92份涉及机密，25份涉及顶级机密。两人涉事的性质和规模自然不可相比。此外，要起诉某人不当处理机密文件，要先证明该人是刻意违规。而拜登特别顾问索伯在9号的声明中也特别强调，被发现的文件并非国家档案局事先要求或询问的资料，换言之是拜登团队主动交出。而白宫也正与司法部和国家档案局积极合作。因此，有美国法律专家预计，此事将以行政手段处理，不会升级至刑事调查。首先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肯定会拿这个事情做文章啊，来对拜登呢进行调查啊，想要呢对民主党进行打击。但如果说这些材料啊并没有啊这个涉及到拜登啊以及他的家族所存在的这个违法问题的实质性的证据的话，那这样一个问题，往往又会变成两党之间党争的一场闹剧并不会对拜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麦卡锡就任美国会众议长后，马上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并宣称这是跨党合作制约中国的胜利。您怎么看？这个委员会的设立呢，被外界看作是美国两党罕见达成共识，将齐心协力制约中国，甚至可能会比赛哪个党对华政策更狠更强硬。我们呢最好来看看呢这个特设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样的权利，也许呢就会知道它能不能制约中国，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根据众议院的决议，特设委员会的权利呢，唯一的权利是进行调查，不具备立法管辖权，无权对任何法案或者是决议采取立法行动。换句话说呢，特设委员会主要是为制造舆论提供炮弹，可以传唤证人和举行公开的听证，充其量呢就是一个大声公。他呢可以嚷嚷，但是没有任何立法权利。他可以提出立法建议，但呢需要得到提交给常设委员会来决定。可以说呢，所谓的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与众议院的常设委员会，比如说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等，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是不在一个层级上的。大概呢，因为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没有多少实权，这两党呢也就顺利通过了。议长麦卡锡呢更是迫不及待地宣称，这是跨党合作的胜利，他呢需要一个胜利来挽回议长选举中受到重挫的声誉。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虽然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没有立法的牙齿，但是呢，在制造舆论上是一定会竭尽全力。而舆论呢，往往会影响民意，影响国际关系，包括影响企业的投资取向。所以呢，对其言论我们需要关注。那么，真正遇到实质性的问题，这个美国两党争斗的可能性呢，要远大于合作。我觉得呀，这个中国委员会大概只会说不能做，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您说到美国两党的争斗，我们看到在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出任众议院议长后，拜登的文件门也曝光了，好像是给共和党送来的子弹。那您怎么看这件事？拜登会被起诉吗？拜登的文件门呢，现在突然曝光，的确呢是给共和党送上了子弹，而且似乎呢是有人故意操作。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当选众议院议长以后，率先呢抛出了5项重要的调查，其中4项呢就是针对拜登和民主党的，包括呢对拜登政府是否把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作为政治工具，拜登和他儿子亨特是否存在不正当的商业交易等等。而文件门呢，似乎与这2项议题都有关联。所以当拜登当副总统时发生的事现在被翻出来，共和党呢是如获至宝，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马上表态，要求展开
即刻审议和损失评估。拜登的文件门往往呢让人想起特朗普的文件门，好像呢给共和党提供了向拜登进攻的武器，所以呢这是闹得沸沸扬扬，成了中期选举后美国两党的第一次战斗。不过呢，两个文件门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从目前看到的资料看呢，两个案子都涉及机密文件，都派了独立检察官调查，但是这些文件呢被发现的方式、文件的数量以及两人的回应方式都存在显著差距。特朗普呢拿的文件有近300份，而他和他的助手是抵制政府取回全部文件，而拜登拿的文件呢只有10余份。他的律师报告了这个问题，白宫呢也表示已经全力合作。这些明显的差异呢会影响到法律后果。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看两个人对机密文件的不当处理是否是故意的。如果呢是故意保留未经授权的国家安全机密文件，那么按照美国反间谍法规定就构成了犯罪，要被起诉判刑。现在呢对特朗普是否起诉还没有定论，对拜登的调查只是初步的，所以呢要看最终的结论是什么。但不管怎样呢，共和党是一定会抓住这件事对拜登发起攻击，不排除呢牵扯出别的事情。拜登的文件门呢是两党激战，拜登和特朗普斗狠的开端，怎样演进下去呢，将是一场政治大戏。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